这水怎么变颜色了？小心，快走啊！严丹，绿洲是巨蛇所化。我天，这蛇怎么有9条尾巴？难道是典籍上所说的，这是魔族神兽九尾蛇？若真是九尾蛇的话，大家护好周身，其血有剧毒，不可沾染其血。嗯。退后，严丹！小心，这蛇尾能重生。典籍上说过，9条尾巴当中有1条是命门一尾，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。那条尾巴不会重生的。2条，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彼此相互，肯定有1条是异尾。不要轻举妄动，若砍错了蛇尾，导致重生会更加危险。这样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仔细观察。小心啊，你们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剜肉？我可以帮你疗伤的。蛇毒剧烈，唯有去除方可疗愈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小心，有幻术！不是都说九尾蛇之前随着魔族已经消失了吗？
他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？定是之前我们有谁见过他，留下了恐怖的记忆，他才会出现在魔像里。哎，你们之前谁见过他？此蛇定是出自参与过仙魔大战的火德元帅，当年正是他将师傅送回的天界。此蛇既与魔族有关，我倒想看看与魔族相关的消息能在茶楼里卖个什么好价格。你傻呀，这有什么赚头？要我说，不如把他的蛇牙给拔下来，这样更有价值。我最近呢，想写一本神仙益智画本，用他的蛇牙拿去当道具，定能刻满。财迷心窍。蛇牙取到了，我们走。这是哪儿？未知之地，大家务必小心。啊，这好生诡异啊！这明明是一座寝殿，怎么这么多镜子？我知道了，这难道就是那老夫人说的寻回记忆之处？你怎么了，柳微阳？我没事。我知道了，定是寻记忆寻的。哎，你看其他人寻记忆都这么的困难，那个龙王送给你的幻翼珠，你为何不用啊？我现在是凌霄派弟子，需负完当下职责，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不急这一时。那好像有什么东西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不负荒颓，万物转生，这应该就是第3件神器——楚墨。楚墨，世间竟有如此宝物，如果被他人知道，岂不是要引得万人争抢？他们是谁啊？难道是这寝宫之前的主人？刘微阳，你认识吗？此人位高权重，统领重臣，看起来应该是个重要人物。这寝宫久无人住，镜子里还能反映出往日之景，看来此处别有玄机，咱得当心点儿。想必是楚墨重启，先例外役的缘故。你们过来看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求赐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居然以血照力，
如此阴邪法术，绝非仙家所为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不好，九尾蛇要复活了！大家快把楚墨取走！刘洋，绝非镜中画面。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没事。果然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没有意识的，只会攻击移动之物。这样，我们2个人飞出殿外引他出去，另外2个人留在这里取神器。好，护好银弹。我驱散烟雾，你赶紧取神器。好了，神器拿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等等，你有干嘛？拿着，这是谢你救我一命。原来这是心动的感觉。拿着。啊！刚刚在沙漠中也救了我一命，折损了1个花瓣。我再给你一片，你留着吧，以后护身用的。拿着。行了，走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，勉强收下吧。此人功法之深，招数之怪，世所罕见。我与唐周都难以轻松应对，怎么柳维阳虽功力不济，招数却堪匹敌？应渊、颜淡，你们定想不到，
我化作石雕，还有解化之日。被石化之人，其49日内，若有人将困身之时化物散去，便可复生。只可惜，我因石化过久，此腿只怕难以复原了。林中大雾尽散，怕是因魔族异动。我乃天界仙子，谁知杀我的人是帝君，救我的人却是魔族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既然老天都相助于我，印渊、颜淡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颜淡，颜淡。小心！公子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又为何回到此处啊？是扶霜把你们带回来的。他说你与公主在魔像中昏迷，只能一同带回尽欢房。我刚好被派来照料公子。哎，不必，你看我现在好着呢，你赶快去忙吧。啊，公子，没关系，云墨我自己可以。云墨，哎呀，你怎么样了？伤势如何？莲青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现如今疼痛难忍，急需你的关照。主公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我们？嗯。我忽然之间又觉得自己没事了。你看，我都能坐起来。嗯，好多了。那我们就谈正事吧。我和颜淡拿了神器之后，还未走出宫殿，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给震晕了。醒来之后呢，就回到了尽欢房。说说吧，你在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刚刚交手之时啊，柳微阳刚刚看清了神秘人的真正面目，就在此时突然之间自爆了，而且释放出巨大的灵力。在此之后，我跟你们一样，全然不知了。这魔像里面竟然有魔族的神兽，还有灵力强大的神秘人，这会不会跟魔族有什么关系啊？若真如此，事涉尸仇，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咱们必定要好好查上一番，为我日后的神仙意志画本再添上新的一章。好，我也加入。喂，你不是来寻找李晨的吗？现如今李晨你已经拿到了，而且还在魔像中偶得第3件神器啊！目的你已经达到了，现在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们呢？若真有魔族祸乱凡间的话，我身为凌霄派的弟子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我必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小队了，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，但是殊途同归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行侠仗义。我日后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进我们的画本里，人妖齐心，守护苍生，必定会传为佳话的。有人看才怪。我看，那你就慢慢看。好了，别开玩笑了。而且，在魔像的法阵，并非像是天界所示。在宫殿中，神秘人对柳微阳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由此可见，
他们一定是旧相识。他口口声声说进入魔像之后就会恢复记忆，现如今发生的种种事情，是敌是友，一探便知。你们公主呢？我要找你们公主。公主在魔像中身体不适，想静心休养，今日不见任何人。是吗？她有什么不适啊？我们这儿有妖界的神药，还有凌霄的秘方。你公主得了什么病？让我们进去，没准看看就好了。他是不想见呢，还是不敢见？公主既然严明不见，那么无论是何缘由，我都不会让你们见到她的。诸位，请回吧。口气还不小，难道你就不怕我们闯进去？二位虽功法高强，但这毕竟是神霄宫的地界，诸位如果要战，扶霜定当奉陪。哇哦！那是九尾蛇的蛇牙，小心啊！你现在杀我，他也活不了。蛇毒未清，虽然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但是毒素已经入骨，若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他这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。伤势已无碍。李未央，可凭你一面之词，要我如何信你？九尾蛇乃是三界中剧毒之物，被其击中，皮肉尽腐，骨中毒血，唯有其牙可以将其吸出。你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了解？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否则功法不可能会如此强悍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混沌苟活数十年，如今陡然知道了一切。只有痛，没有快。现在我心乱如麻，能否容我独处些时日？你们与我有相助之恩，我一定会有所报答。你们想知道的一切，待我清理好前尘，一定会如实分说。你体中的毒血已经吸出，这是我消耗3年灵力调制出的散血露，你将它涂抹之后便能痊愈。他方才所用的招式，与在魔像中神秘人的招式不尽相同，甚是可疑。不过，确实是我轻敌了。柳未央所言非虚，此路确实疗伤灵药，你的蛇都已经全都解了。可若他是敌非友的话，为什么要给你解药呢？可是不管他是敌是友，此人生性狡猾，在未知全貌之前，他所言断不可信。魔像寄生在珠翠山，统管此地的土地公应该会略知一二。
入夜之后，我们前去谈一谈，或许会知道一些什么线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啊，这可是我们山境众妖口口相传的说法。后来我又翻遍了藏书阁，找到了文册佐证，说这带尾的妖类遇到自己心仪的人、事物，心生欢喜之时，便会摇尾正心。你不信？你说有吃的我才来的，吃的呢？呢？哇！果真如此啊！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看出来琳琅是否对我有意。大玲，你这回帮了我大忙。这样，以后你们羽族的所有苦力活，我全包了。不过，他看紫妍看得这么紧，你是怎么把他拐出来的？今日不知怎的，自入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琳琅了。我姐姐每60年就会躲起来一日，我已经习惯了。60年，天干地支轮变，60年一轮，阴极阳转之时。三尾雪狐生性属寒，女狐更是体阴。若遇到阴极满月之夜，便会神虚灵残，甚至化出部分原形。莫非就是今夜？坚持说琳琅，不能给狐族丢脸。琳琅，啊，他怎么来了？你在哪里？他来一定是听说琳琅，狐族的摇尾正心，前来证实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看见我的样子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琳琅，今夜你身子虚弱，有危险，我来保护你。你不过是惺惺作态，你想看我的狐尾？你走吧，我不出来。啊！你别过来！我乃堂堂野兰山山主，绝不会趁人之危。这样，我现在转过去，我就看不见了。你看，那你把眼睛闭上。转过身去。转过去了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出来之后，你不许偷看我。听到了？你是不是来看我狐尾的？当然不是了，你看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狐族平时用什么药材，就去药医阁取了些来，里面呢有安神草、护林羹、滋补龟壳，还有聚气丹，这些药材定能助你安全度过今晚。我给你拿过去。哎，你别过来！我不转过来，不转过来。这龟甲妖力深厚，定是千年妖龟所出吧？哎，我在妖界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，你怎么得到的？阁中取来的呗。
搞不好啊是那妖医的私藏之物。你放心，只要今晚有我在。琳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看到了？今夜天气冷，你身子又弱，我就给你找点柴火，暖暖身子啊。公主，你已成功入了魔像，吸获魔像之力，你为何还如此愁苦？以前我以失意为苦，而如今结一苦，却更生千百愁思。心愿未圆，苦痛难赎，就让我放纵一回吧。看来柳微阳确实没有骗咱们，他确实性情欠佳。这道符只能够维持一炷香的时间，是走还是现身，可有决断？他说他心愿未圆，若我们能帮助他完成心愿，他是不是就能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？看他如此颓废，就算我们强行逼问，估计也不会向我们袒露心扉的。还是我们自行调查吧。哎，我第一次见神仙有点激动啊！你说那神仙是不是都像戏折子里写的那样，鸾姿凤态、仙风道骨的？不，何人请神呐？我是凌霄派修行弟子，捉妖途经此地，求借朱翠镇献制一看。何有供奉？臣来的匆忙，未带供奉，请您行个方便，来日一定加倍补偿。哼，一介凡人，道行低浅，有何资格请神托住啊？不帮。你这神仙就不是那个，这长得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吧？这性格还是脸儿，这跟戏折子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区区凡人敢戏弄本仙？区区地仙竟然如此傲慢，九重天上的上神也不会像你这般。好，一个凡人你不肯理他，那我是妖，你要如何呢？如果你不肯借我献制的话，信不信我把你胡子烧了？妖，本仙恪守仙则，奉公守制，不惧你这妖类的迫害。哼，留得清白在人间。
天界诛仙，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！别喊了，别喊了！我是想说呢，刚才我们确实过于粗暴了，还望仙人您多多谅解。这样吧，我请您去体验一番凡间乐事，作为赔礼，您看如何？此酒只当天上有，哈哈，世人有口应未尝。好诗啊，好诗！没有想到大人您如此这般文采斐然，着实让我心生佩服。来，为了您的文采，我敬您一杯酒。好，来，哎，干！哎。大人果然是气宇轩昂，连酒量都是非同一般，简直是人中豪杰呀！来，为了这个，我再敬您一杯酒。来，大人，喝了这杯酒，能活99。干！99啊！哇，好酒量，好酒量啊，大人！我们再来一杯。大人，醉了。你们妖类手段果然阴险，怪不得常言道，妖邪祸心。严旦做的没错，若是你们那些正派的招数管用的话，那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妖出手了。藏限制的法器找到了。哎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原来朱翠山曾经是魔族的领土啊。我看这书上写着，邪神将魔族的力量源泉留在了朱翠山。那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是魔像啊？那魔像当中法力高强的神秘人，说不定就是邪神。若魔像源自于魔族，那么柳维阳为何可以吸取魔像的力量？那魔像当中的神秘人法术高强，我们二人皆不是对手，可柳维阳却能与他过招。柳维阳从魔像出来之后，功力大涨，而且施出法术又与神秘人相同。若他是魔族人的话，那一切真相便可以解释了。可若柳维阳真的是魔族人的话，他为什么带我们走出魔像，又为何帮你治疗蛇毒呢？这个柳维阳，他既然心情不好，不如趁机灌醉他。一个人去套他的话，另外一个人去他住所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眼下他避而不见，必然是心有戒备，你如何管他？那就告诉他，有一种酒可圆他心愿，解他心结，让他自饮而醉。什么酒？世上有一种酒啊，名为如愿，是用莲花的根茎而制成。喝了之后，在梦中便会如自己所愿，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和事情。这种酒我刚好会制。你从哪儿来的莲花根茎啊？你看，那日在沙漠中，你变出根茎救唐周，不慎断下一截，我就一直收着。没想到我的根茎还能酿酒呢，这法子谁教你的？一个心愿颇多，总愿意借酒圆梦的人。如果你想学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可以啊。
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大提升修为灵力，少不得非凡手段。花精族有此一劫，要怪就怪你们是颜淡的族人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花精族领地？你们是花精族的人？正是。我是颜淡的朋友，被恶人所害，受了重伤。爷爷，这的确是颜淡的花瓣。正是。颜淡说，他妖力不足，无法替我根治。他说，花精族的人向来纯良慈悲，博施济众，一定会救我的，便给了我这片花瓣，让我来此疗伤避祸。之前颜淡以一己之力救我们花精族于天师之手，这个人情不得不还。来。赶紧把这位姑娘带到族中医治。是。走吧，爷爷。姑娘，慢点。爷爷，你怎么样了，爷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若没有颜淡，我便不会来。要恨，你们就恨颜淡吧。你是一个凡人，你竟敢吞噬妖元，就不怕被妖化、被反噬吗？我就是要被妖化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变得强大。虚其反噬算得了什么？比这痛苦的，我早已力尽。孩子，快通知大家，逃啊！快逃啊！我不，爷爷。多谢。于墨，你教我施火术吧。我知道，我们花精是属木的，修习火系法术十分艰难。可是这个太实用了，我以后不想再受别人庇护了。我也想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昨晚呢，你是一夜未睡，这酒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烧成。不如你先休息，晚些时候我再教你。行吧。现如今，唐州已经寻得3件神器，只差1样神器便可圆满。虽然说我们3人是其乐融融，但是终究会有分开的一天。你已经在外面快活惯了，会不会不想回夜兰山了？外面再好，哪有不回家的道理？至于那个小人，
不提它了。于墨，水火明明是相克的，可是你们九旗可以同时掌握这2种。你在画出人身之前，修行是不是非常艰难的？九旗一族的术法呢，分为7重，前6重皆是水术，需要在最深最冷的水中修炼，而最后1重，则为炎火之术，需要割舍下之前的认知，以炎克寒，自毁修行，方能修炼成火灵。没想到你们上古彝族修出个人身这么难，好复杂。虽然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唯有历经此难，才会懂得取舍，习得涅槃之火，保护心爱之人。若说寒水可以修炼护佑九旗，那这身炎火便是割舍自己，剔骨生热，催灵化力，方能护佑心爱之人。燕丹，我把心头轻幕压下，只希望你能长长久久的自在快乐。如今你喜欢一个人，却要这般痛苦，我宁愿现在就把你带回夜兰山，再不染凡尘俗世。原来你早已对他生情。酒已酿好，你是送汤还是送酒？快送他回去吧。躲了这么久，可算是抓到你了。我过来并非为了与你打斗，这是如愿酒。这如愿酒
能帮你在梦里实现你心中所愿，虽然改变不了现实，却也算是慰藉。等你心情平复好了之后，我再过来与你探讨魔相之事。为何要帮我？魔相疑团未解，若生祸端，难保苍生太平。你是解谜的关键，必然前来找你。况且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早已结下情谊。开解友人，不需要理由。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，你同他一般，都是这样的恩慈天下，满口的苍生仁义、责任担当，热衷在三界四方管些闲事。但是你同那时的他相比，多了些人情味儿。今日我也想来管管你的闲事。你同我一样，都是失意之人，想不想知道之前的事情？你找回了记忆，却生出了新的苦闷，郁结难解。或许放下前尘，珍惜眼下就够了。待我喝完此酒，心愿得偿，明日便会告诉你们一切。你走吧。赤子，若不知道前尘，怎知道眼下该珍惜什么？我有我该偿的债，你也有你应结的缘，应缘去。日后查案，需小心谨慎，心结难解，需坦诚以待。所以你我今夜以茶代酒，互问3个问题：喝茶为是，泼茶为否，如何？第一个问题，你给严旦设下不离锁，并非为了管教妖类，而是存有私心，对吗？你之前提到心上人，是不是严旦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迟迟不愿意服下幻翼珠，不愿意恢复记忆，是否也同严旦有关？你是否告诉过他你的心意？第3个问题，你若集齐4大神器，是否会与他断绝瓜葛，安稳送他离开？这茶为何像酒一样？你若不愿回答，直说便是。我又不会逼你，何苦如此？
这茶，是你。已经送我的东西，为何要拿走？那你呢？你是不是有一天也要离开我？你为何不说话？莫非这又是梦境？也好。原来戏折子里说的“情不知所起”就是这样的感觉。严丹，你冷静一下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你是一只妖，人家是捉妖师，你们两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能。况且人家心中已经有一个梦中人了，论刻骨铭心的程度，你也比不上人家。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还是等他到天上以后，你们俩早晚都会分开的。你冷静一下，清醒起来好不好？这可能就是将臣说的体悟吧。总之，你不能像那些女孩子一样为爱犯傻犯痴。记住现在的感觉，有了这份体验，你一定能够写出更好、更感人的折子戏。林渊，从前我最开心的事，就是跪侍在你座下，即使卑微至此，
你如何走？多看我一眼。从今往后，我绝不再对你卑躬屈膝。人呢？他没有喝入院酒，昨夜之人是他所化。你说这柳文阳真够奇怪的，他既然有未完成的心愿感到痛苦，为什么有了如愿酒又不喝呢？我们不该信他，他定是隐藏了部分真相，而且他只想利用我们拿到楚墨。他的那番话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。他怕是和魔族真的脱不了干系。哎呀，没想到小仙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昭圣帝君的神器。我们三个呢，乃是天界的上仙，此次微服出巡，你快把仙旨拿出来，莫再推三阻四了。不过都说这4大神器在大战中陨落了，不知是怎么到了3位的手中啊？帝尊怎么可能让帝君之物遗留在凡间呢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没有声张，你不知道也属正常。之前是小仙有眼无珠，这个限制就在其中，3位尽情翻阅。上仙议事，你且回避。对了，帮我们沏壶好茶过来，走吧。小仙这就去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演得很厉害？看看。长生帝君为杀邪神，以楚墨封魔像，断邪神力量之供给。这个柳维阳既然可以从魔像当中吸取万魔之力，为何还要偷楚墨？之前我听救我的那个小仙说过，楚墨可是万物生，在邪神殿里，大家也确实能看得到，他能使枯木复苏。柳维阳一定是想利用楚墨来换回邪神，甚至换回在仙魔大战之中战死的所有魔族。你们看这个，看到了吗？万魔之眼世代相传，与魔像相辅相成，可以吸收万魔之力，并且深嵌在邪神之体，非死不得离身，唯有邪神之血方可破除。这确实是柳维阳胸前的印记。你看，没错，他就是邪神。3位上仙，请用茶。哎，土地公，正好我问你个问题，这个邪神怎么只有半张脸？你有没有他全貌的画像啊？没有。这邪神战败之前呐，伪装的是淡泊寡欲、滴水不漏，见过其模样的人极少，
所以只有这一幅半遮半掩的画像。不必再问了，他定是不想再牵扯到前尘往事。土地公，能否烦请你把所知道的仙魔大战所有的事情一并告知我们？好。这仙魔大战的导火索呀，是一位仙子之死。他叫陶子气，谓之上仙呐。他是天界的使者，频繁来往于仙魔两界，因此也便就认识了邪神。哎呀，这魔族向来狡诈呀。这邪神让陶子气爱上了他，不停地诓骗于他，让他以为魔族从无反心呐。哦，仙魔相恋，还有此等精彩的画本，继续讲，后来怎么了？这哪里是什么相恋啊，这分明就是一场骗局啊！这邪神待到时机成熟，便对外宣称说陶子气要刺杀自己，是仙界率先破坏了6界和平的诺言，这才进行反击，这便是仙魔大战的开始。那这个陶子气到底有没有刺杀他？这不过是邪神的一家之言，一个谋逆的借口罢了。但他杀陶子气的场面，可是万魔亲见呐。先祖昏庸无能，一直忌惮我魔族势力。我为了族人的安宁，一直选择隐忍、避让，奈何天地老儿仍对吾等赶尽杀绝，竟以和谈为借口，派仙使陶子气实施刺杀之计。硕华长老为救吾，身受重伤，退让无法换来和平，只会让先祖得寸进尺。众将士亲见，吾今日阵前斩杀先祖使节，耻辱过往，譬如今日死。为了我魔族的和平与荣耀，屠祭先祖，一统6界。不破仙界，誓死不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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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陶子气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我之间已无话可说。听闻仙魔之战后，所有的魔族战犯皆被打入生死场，而且永不得出夜望川，可是真的？哎呀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些战犯早已积成一座望不到顶的尸骨山。这魔族战败之后，元气大伤啊！虽还保有魔界部分领地，但也不成气候了。
求找名利。先天界妙法阁掌事，特求焚心之火，名利加持，重修气灵。半人半妖，若得加持，可能经得住名利反噬。大仇在身，死亦无惧，何惧反噬之苦？求者心诚，却灵力平平，有何法宝配与我供奉？我为帝君仙灵而来，承旨，我愿奉上半束仙力，待着以身修为，自愿由你吞噬，死而无憾。甚好！颜淡、应渊，我定要你们付出比我痛苦100倍的代价。吃吧。这么丰盛，干嘛？担心我们明天去找柳微阳会九死一生啊？颜淡，若柳微阳真是邪神的话，他偷走楚墨，定是想以此凝聚魔族昔日兵马的魂魄，再次向天界发难。我跟唐周商量过了，此行异常的凶险，所以你留下等消息吧。唉，我就说你俩下午鬼鬼祟祟干嘛呢？想上来将我撇下呀？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3人当中呢，就属你灵力最弱了。这要是打起来，你就是拖后腿的那一个。哦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跟班了，我现在每日都潜心的修行，我连火术都会了，我灵力更胜从前了，真的。好，你最厉害，行吧？当然了。颜淡，邪神有上神之力，我和于墨都未必是他的对手，我们前去阻止他，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，所以还是得需要你去帮忙，上报给天界。如果战事重启的话，3界很有可能会生灵涂炭。这果然就是个诀别宴，可我就是个莲花精，我哪上得了天呢？那个土地公是神仙啊，你们把这活交给他，让他去通风报信就好了。颜淡，我好歹浑身是宝，如果你们受伤了，我可以救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之间就要患难与共，如果你们不带我也行啊，你们现在说不认我这个朋友就可以。喂，颜淡，依你便是。这就对了嘛，今天咱们多吃点，明日一早即刻启程。来，我把我的花童泪都给你了，你也来点。他醒来后，发现我们已经离开了，又要骂人了。只要他能安全一世，怎样都好。叶忘川曾困了你800年，我不会再让你回那儿受苦。颜淡，你也太胡闹了！我就知道你们2个会狼狈为奸丢下我，我可聪明着呢，想丢下我没那么容易。
拯救苍生这种载入史册的好事怎么能丢下我呢？兄弟们，一起吧！竟然用我的法器算计我，奸诈！切，我只对小人奸诈。阴阳关外的恶灵一旦发现生气，便会主动攻击闯门者。在这个时候，切记要屏住呼吸，否则就会被他们发现。于墨，你放心吧，咱们两个都不是凡人，那些恶灵是不会攻击我们的。反倒是你，唐周，你这个旱鸭子，你小心点吧你。谁是旱鸭子？你。我。哎，于墨，进去的时候我直接收服了恶灵。不可，这些恶灵虽然阻挡了我们，但是也阻挡了想要逃出夜望川的妖邪们，所以不可尽数除去。哎，你们听到没有啊？听到了。小心！哎，别呼吸，别住啊！别动，别住了。哎呀！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我告诉让你别呼吸了，别住啊！别动！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案，了却红尘。唐周的法环竟因为我而动。雨墨，快点来帮我们呀！尸骨山应该就在前面了。哇，之前土地公说过，曾经有一位帝君为了救一位仙子，劈山而过，这山重新聚合以后，便留下了一道寸灰不染的裂痕。我估计就是这个了吧。都说天上的神仙不能动情念，没想到这位帝君却做了如此浪漫之举。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有着怎样荡气回肠的故事啊。天条律法严苛，只不过是个悲情的故事罢了，不晓得也没有关系。现如今救人要紧，赶快上山吧。走吧。我已在此等候多时，你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来得如此之快。既然你们来到此处，想必已经猜出了我的身份。你真的是邪神玄香吗？我多希望自己不是。离开魔像之后，我的邪神之力已经觉醒，但我却不想再重拾往日的枷锁。有的人生而为仙，而有的人则生而为魔。族人敬我为魔族首领，
但从未有人问过我是否愿意。那你为何要盗走楚国？我盗他来此，并非想复活千军万马，重振魔族，只是为了召回一个女子的魂魄。难道是陶子期？你杀了他的性命，又想复活他，难道你想以他的性命来要挟天界不成？我怎么可能杀他？他是唯一一个不把我当作邪神，而只是把我当作玄象的人。魔界的人看见你亲手杀了他，你不用再说谎了。那是朔华用傀儡术假扮我所为。傀儡术？嘴巴可以骗人，但是记忆却无法遮掩。我因家族传习登上此位，又因生性淡泊无心征战，而逐渐被族中长老加工。我以为自己的无为而治能带给族人和平，最终却纵容了长老们的勃勃野心。魔族一度陷入混战，长老们各自为政。你们在做什么？穷兵黩武。你为什么要打你族领袖的神像？邪神乃是你族的领袖，他的神像万万不可亵渎。我恨他，爹爹被他带走打仗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昨日哥哥也被带走了，阿娘病重，哥哥担心阿娘，偷偷跑回来看他，却被当成逃兵抓走。逃兵是要被杀掉的，我不想哥哥死。撕毁邪神神像，乃是重罪。若你也被抓走了，你阿娘岂不是更加伤心难过？姑娘，胆子不小啊！你是谁？为何认得我？你乃仙界中人，为何要出手维护邪神的事项？我并非维护邪神，而是怜悯至同。亵渎魔族领袖乃是重罪，我不想他因一时冲动而获罪受罚。他是魔童，你是仙子，都说正邪势不两立，你却来救他的哥哥。六界众生平等，从无贵贱之分，善恶也皆由教化而生，至此何辜？乱世万民皆苦，我能渡一人，便渡一人。你如此说，让我这个魔族中人当真惭愧。你能来此处救人，也是易事，切莫妄自菲薄。救人要紧。仙界使臣奔临我魔界，
怎么悄无声息的跑到我这里来救人？莫不是仙界已经按捺不住性子，要跟我魔族一战了？硕华长老，此行乃我私事，与仙界无关。因缘际会，我识得这位犯错的小兵，不知硕华长老可否卖我一个人情，让我将人带走？你一人口说无凭，我手下的这些兵将们，可都把你挑衅我魔族之举看在眼中了。如此说来，今日之事是无法善了了。你们快走！我做邪神万年，从未被一个女子保护过。她想度困苦众生，我便想帮她完成心愿。不管我怎么替你求情，帝尊都不肯相信魔族毫无反省。仙界已经在备战了，我夹在中间，日日感觉自己行于烈火之上。玄香，倘若你没有骗我，便向仙族证明；倘若你不过是利用我的身份欺瞒仙界，我亦不怪你。此生能够遇到你，我死而无憾。子期，我从未骗过你。只要我还是邪神一天，便绝不会让邪魔开战，让你陷入两难。倘若你不是邪神就好了，我亦不做什么上仙。我们在茫茫六界寻安静一隅，万事纷扰，皆不入我们的家门，那该多好。若世间再无邪神，若魔像再无力量，无论硕华如何做大，这仗也打不起来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万魔之眼乃魔族之源，邪神生便不可离身。倘若强行取出，不仅魔力会散去大半，还会以反噬之力，7日之内如同凡人一般。只有低阶的术法可以施展。没有了完整的万魔之眼，便无人可以催动魔象之力。子期，明日我便拿着这条项链，去向九重天求亲。先是陶子期，你可愿嫁给魔族玄香为妻？从此仙魔联姻，再无硝烟。我们明艳是仙兽中最为忠贞之鸟，
一生只爱一人，若生不能同亲，死必同果。千年万年，永志不渝。子期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子期，真的是要谢谢那个魅惑人心的陶子期呀！若不是他，我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拿到万魔之眼？哼！你把他怎么了？堂堂天选邪神，心中却只有小情小爱，真是可悲呀！魔族若让你继续统治下去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如今，万魔之力皆在我手，我便是下一任邪神，仙族又有何惧？邪神这个位子，你若要便拿去。但你若敢伤害陶子期，我绝不放过你。只要殿下你乖乖的待在这儿，等我屠光了仙族，统一了6界，我自然会放殿下和那小仙子远走天涯。从此，我便被朔华软禁于邪神殿中。他以傀儡术假扮成我，开启了仙魔之战。数月后，我等到的是魔族大败的消息。长生帝君以楚墨镇压魔相，魔界的大部分疆土都被夷为平地。我一心寻找子期，九死一生之后被族人救出。在我失去记忆之前，却得知子期在阵前被击击，他至死都不知道杀他的人不是我。他死前一定是彻骨的伤心，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他，我虽然辜负了魔族众生，但我却从未负他。原来众仙口中负心薄幸故事的真相竟是如此，真是可歌可泣。虽然你的故事合情合理，但你之前多次欺瞒，你的记忆是真是假，无法判断。这个结果，我早就料到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以楚墨复活生灵，单凭一人之力无法做到，所以我早就设下了同生共死的法阵。刚刚你们读取我记忆之时，法阵已经开启。助我们一同离开；阻我们同归于尽。你疯了吧你！往往选择相信你这版故事。我真的只是想救回我的心爱之人，用此卑鄙手段，实属无奈。我倒是觉得，可以再信他一次。他若说的是假话，助力之人即刻停手，他便什么也得不到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可以成全他的一片痴情，魔族也会就此沉沦不复，永失其主。行吧，那我双手赞成。仙族死亡时，若仙灵并未散尽，便可用楚墨重聚魂魄，重塑肉身，开启重生之阵。需结阵之人献出一魂一魄，
灵迹出没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2位法术高超之人，以灵力相助，暂缓结阵之人失魂落魄之缺。不行啊！我在书上曾经看过，3魂7魄乃是真身本源，若是强行断舍的话，宛如剔骨剜肉般痛苦。若是灵力不稳，性命都会没有了。若我复活之人不是陶子期，你们随时可以打断我。到时候我失去魂魄，要杀要剐，我任凭你们处置。好，我们可以去试一试。但若你说谎的话，我会立马毁了这个尸骨山。所以你最好不要骗人，否则我言出必践。可这尸骨山高不见顶的，茫茫白骨如海，你怎么找他的魂魄？子期一直佩戴着一只紫焰簪，那是天庭赐予他的恩赏。紫焰簪集至坚至美之物锻造而成，永不消散。子期十分珍视此簪，常常拿在手中把玩。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此簪，便一定能重聚他的3魂7魄。快把我放开吧，不然这样你伤口会越来越重的。无妨。若你心中没有我，怎会多次舍身相救？凡间的5毒、6妄、7情8苦，我尚未体验完。可此刻我心头的这些酸涩、烦闷之感，究竟是何种情绪呢？林清果然偏心，把好吃的点心都留给唐周了，害得主公大人只能饿肚子，自己下厨房。我做了蛋炒饭，要不要尝尝？好香啊！怎么，连吃相都变得这么斯文？有心事？还说没有心事，连撒谎都不会了。平常遇到什么事情，这红尘路早都已经写满了，现在连笔都不动了，而且还常常盯着他心神不宁的。颜淡，发生了什么？你跟我聊聊。咱们俩什么关系？有什么话不能说吗？我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也不知我怎么了。我一碰到唐周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自控。哦，这么说，你喜欢上他了？我不知道。我虽然经常看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话本，我自己也会写出这种诸如此类的折子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动心过，我也不知道情动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我也不明白我对唐周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。
无妨，现在不知，早晚也会知道的。而且啊，我们妖类寿数绵长，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体验尘世之中的情感。不过，唐周的身份特殊，为人，他要做凌霄派的掌门，而且要断情绝爱。待他历难结束之后，便会返回天界，继续做他的神仙。无论到时候你会怎么想，我现在都要劝你一句：你与他身份悬殊，绝非良配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千万不要勉强。我不希望你会受伤。颜淡，你可明白？我希望你真的明白。公主，计划一切顺利，他们已经上钩了。既果却得业，我的妖力竟然退化至此了。力道已够，只是准头还不太够。只要多加努力，一定能百发百中。紫莲，你不必安慰我。紫妍毒发那日，我曾度他500年妖力，以延缓毒性。可是这500年的妖力，纵使我100倍、1000倍的修炼，也难以再弥补。哎，只要你愿意帮忙，日后山主定不会亏待你。哎呀，这狐族向来是较真认死理儿。而且最恨遭人欺骗。我一个小小毛笔器灵，我怎么敢招惹他们呢？哎，这事儿啊，还是算了。这万一要是被他们知道了，我不好。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器灵，气好更灵。只要你能帮我把你那个笔毛换成顶级的狼毫，如何？当真？当真。这世上真有笔仙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画圈为是，笔道为否，笔仙在上，解无之疑。来了，狐妖琳琅是否能够修炼得道，恢复法力，百步穿杨？你看，笔仙的想法同我一致。多谢笔仙指教。琳琅还有一事想问，琳琅已到成婚之年，请问笔仙，琳琅是否有姻缘命定之人？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！这我可没叫他。
你可知道，装神弄鬼、说谎之人在我们胡族要受什么刑罚吗？不，狐妖大人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这都是他逼我做的。你又骗我？第一个确实是我授意，但第二个真不是我教他的，是吧？也许他说的没错，我们俩真的是命中注定，有不解之缘。要不，我们试试？好身手，我就说你可以的嘛！你说你这个狐族公主啊，人长那么俊俏，你脾气怎么那么暴啊你呀？啊，你说这样的丫头能嫁得出去吗？哎，你是臭破逼，敢污蔑我娘子！大婚之日，我第一个折了你！哎，谁要跟你大婚？谁又是你娘子了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折了你！别跑！哎，不！别跑！别跑！别！看来这两人确实有命定之缘呐。哎呦，为了保命，我还是闭嘴吧。并没有与消气伤口形状一致的梅花簪，咱们去下一家吧。严南，干嘛？啊，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与那个扶霜毫无关系的。昨日房内，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，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，你不要误会。你的用物，我绝不会送给别人。你这是干嘛？干嘛跟我解释这些？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。那个昨天晚上，我本来想向你解释来着，但又害怕自己不够诚恳，我就去看了那些画本。那个戏里边就说有误会要及时解释的，你懂的，对吧？唐天师一向古板嘴硬，没想到为了道歉还去看画本了。行了，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便原谅你了。至于这花束，既然你看过那么多戏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取次花丛懒回顾。这是何意啊？意思就是旁的我都不喜欢，我只喜欢这个陈花簪。没想到唐周对他居然如此用情。别家店我也都对比过了，没有发现。好吧。姑娘这根簪子花样很是别致，只是这材质普通了些，要不要在本店定做个金玉的，更加华美？你们店还能定制簪子啊？只要付好银子，提供图案，本店就没有做不出的款式。掌柜说，这是扶霜之前定制过的发簪图案。如此看来，这簪杆与萧七的伤口形状是一致的。这么看，这扶霜很有可能就是杀害萧七的老太。神霄宫的人这么厉害吗？都会变脸之术。若只是图纸佐证的话，他恐怕不会轻易承认。萧七曾说过，神霄宫的人身上都有3瓣梅花刺青。如果此事能够证实的话，那这事儿一定是他们做的。若是有刺青，肯定是在隐秘之处，你们2个不好去查，交给我吧。
严姑娘，怎么是你？是这样的，堂主让我来向姑娘赔不解风情之罪。他说他已经知错了，想给姑娘订几件衣裳作为赔礼。可是他不知道姑娘你的尺寸，所以让我来看看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让丫鬟量好尺寸之后，稍后告知你。你先出去吧。没关系啦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别那么客气了。来，别客气啊，我来啦。方便吧？我看看。不必了，严姑娘。严姑娘，我让丫鬟量就行了。放松，没事啊。真的，严姑娘。严姑娘。没想到证据就摆在我们面前。之前我们看到扶霜手臂上的蝴蝶刺青，遇热水之后竟然变成了3瓣梅花。这么看来，他一定是神霄宫的人，这回绝对错不了。既然被发现了身份，他今天晚上一定想尽办法通知其他的宫人。我们只需静心等候，便可顺藤摸瓜，找到神霄宫，拿回李晨。喝点茶吧。这是何处？我在典籍中曾经看到过，说这世间有一种术法叫做镜湖水月，可将自己的灵力转化为灵域，躲在其中掩盖踪迹。这灵域中的景色跟真实景色完全不同，可以根据施法者的心意改变。这明明刚刚还是黑夜，转瞬之间变成了白日。如今是夏季，可此处却梅花盛开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此处便是神霄宫公主的灵域。扶霜背后的人果然是你，神霄宫公主。哦，你们何时开始怀疑我的？城中并无柳姓大户，你的身份真假，一探便知。镜湖水月因你而动，有此等身手的人，除了你以外，还能有谁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把我们困在此处，恐怕你还有别的想法吧？3位心思敏捷，法术超群，若非以扶霜引你们入局，想把你们困在法阵之中，当属不易。既是如此，还不赶紧把这破法术给收了，省得一会儿我们给它破了，还要费你的气力。你们虽然知晓此乃我的领域，但是想必破不了我的法阵，只能在其中被榨干灵力，化成枯骨。法阵果然厉害。他若是想杀我们，在惊慌房内多的是机会。你曾经说过，神霄宫公主御用李晨，却不知道其使用方法，所以神器无法施展。你千方百计地将我们引到此处，你是想让我们相助于你吧？是坦诚相告，还是干戈一场，由你决定。这是何物啊？为什么我一靠近它，感觉我的妖力变得衰弱了呢？它，便是我引你们进来的原因。我曾身受重伤，丢失记忆，醒来时，便已身处珠翠山中。面前是一位老人，
和这个漩涡。老人告诉我，此处唤作魔像。他教会我从中提取力量，并依靠魔像修炼，增进领域。他还教了我幻化成他人容貌身姿的术法。我本想问出他的身份，但他却不愿多说，最终撒手人寰。我只好在此缔造灵域，隐藏魔像的存在。后来，我借助魔像修炼，逐渐康复。当我想进入魔像寻回记忆，获取更多力量时，却发现入口瘴气，无法突破。参见公主。我同时建立神霄宫，招揽一批工人，寻找破解瘴气之法。尽欢坊所有舞娘都是神霄宫人。偷到李晨后，我始终不得其法。多亏你们找来了尽欢坊，如此，便有了我们将计就计。公主。你这个鸡贼的，你邀请我下棋就是为了套出李晨的使用方法，套话不成，你便让扶霜接近唐周，看他身上有什么可以驾驭李晨的方法。一计不成，你就以梅花3为线索引我们调查。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也都在你的谋划当中啊。缘由我已说明。只要你们帮我进入魔像，我便归还李晨，并让你们出镜湖水月。可是你始终不肯解释这魔像究竟为何物，而且为何会吸收我们的灵力，究竟是否危险？诸事待解，叫我们如何帮你？关于魔像的消息，目前我只知道这些，更多的消息，待我进去之后获得记忆，便可告知。神霄宫盗窃在先，更何况之前你骗过我们一次，现在又来骗我们。你当我们傻啊？若是几位不愿意帮忙的话，那么这个李晨，你们便是拿不走了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除非你带我们进魔像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听闻1000年前仙魔大战，这凡界遗落了不少天上的宝贝。唐周曾经说过，凡是神器所在之地，必出异象。而如今这里魔像盘桓，此处必有神器。不如我们做一个交易，我们帮你进魔像，你帮我们找神器，从此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好。
好了，靠山给你靠。靠山靠久了没出息，以后我都要靠自己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唐周，是你吗？雨墨，快醒醒！雨墨，雨墨，醒醒！这是我梦里的场景。严丹，唐周，怎么回事？唐周，快醒醒！唐周，为何我一触碰到他，便心痛难忍，想要落泪？醒醒啊！严丹，严丹。唐周，严丹，严丹，我们现在用法术救不了他，可是你现在这样，对他来说也是无济于事啊。这杀只缠睡梦之人，只有醒来才能破解，快把他唤醒。好，唐周，唐周，醒醒啊！唐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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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你要选他，还是选正道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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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终于醒了！你要是再不醒的话，我刚才都想把你打醒了。我不能动心，我不能让严丹受到伤害。第一次看到唐周这般惊慌，他究竟梦到了什么？
堂兄素来法术超绝，为何这次却迟迟破不了梦魇呢？虽然是梦魇，但却和真的一样，连疼痛都很真切。我找不到破解的方法。只要进入魔像之中，便会回想起让人痛苦的记忆。虽然心境难平，但是醒过来之后，便会好些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我刚刚那些梦境，我从未经历过。因为我梦到此生最爱之人赴死，这便是我3界之中最怕的事情。唐哲如此神色，只怕在幻境中见到了那个一直求而不得的梦中人。他这般难过，便是很喜欢那个人吧？你不是说你失去记忆了吗？那方才梦境之中，想起些什么呢？我只看见当年重伤疗愈、苦修术法的创痛时期，并没有其他的。这魔像之中，空无一物，它的能量从何而来？现在风沙这么大，咱们先找找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前方有水潭，我去给你们盛点水吧。